忠顺庙历史也非常的悠久哎。对，我们是1762年到现在已经260几年了。早期呢，忠顺庙来这里的时候是以农业为保护之神，然后一个辇教，一个锣，在带着安公出去，在田埂、在竹园、在茶园、在菜园里面走，让他保护那些农作物能够很平安、很顺畅的收成。知道你帮我挑的这个很特别耶，我知道它是现在日本非常流行的生乳可乐饼，它里面不是马铃薯，是用生乳去做的，而且这个牡蛎口味的，好香哦！哦，你真是懂哎，不愧是木栅模范生。采茶也是你的专长吧？采茶我也会，捏起来啊，也是可以啊，也是都可以啦。但是如果要挑的话，这个比较漂亮。丹哥你怎么？那个麻烦你过一下，等继续离开。丹哥你怎么倒戈啦？蜂巢文化是我们木栅猫空是一个非常特别体验的课程。因为我们这里出产的木栅铁观音，它是重烘焙的，重烘焙的茶很适合存放，所以我们现在呢来用毛笔写在一张树皮纸上面，然后我们在未来再来打开。所以我们把茶放在茶罐里面，接着呢把它封起来，是为了存放。放一段时间，像酿酒一样，像女儿红一样，让岁月去让它淬炼吗？没有错，也是把你的心愿放在里面，在来年或者3年5年后再打开，来见证你的心愿有没有完成。像他们的鹅肉，它不是一般的白斩，对，它是用烟熏的方式。没错，很嫩耶，不可能这么嫩吧？连皮都是嫩的，我吃到皮了。难怪你会一来再来，怎么这么会找？狗狗台湾在台北文山区的木栅，欢迎来到我的地盘啊，姐，木栅又是你的地盘了。没事，你是跟我相处久了之后，你越来越会攀关系，越来越蹭了。你已经是田中干女儿，三峡好媳妇，宜兰圆山的小孙女，现在跟木栅你有什么关系？我跟木栅真的很有关系。相较刚刚前面几个地方，虽然我们情感也很深厚渊源，但是我待在木栅的时间更久。我的小学、国中都是在木栅就读的。另外呢，持续到了高中、景美女中、政治大学，我也都是在木栅完成学业。所以呢，这都是木栅很知名的学府。你说这样子，从小孩、小学生到大学生都停留在木栅，我能不说自己是一个木栅模范生吗？听起来你应该对木栅很熟，那今天就靠你带我好好的走逛木栅啦。啊，真的超熟的，所以我先带你来到我们木栅的信仰中心忠顺庙。因为呢，在这个木栅人的心目当中啊，我们其实要祈求平安，或者是说祈求一些农业保庇，都是来到忠顺庙。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偶尔经过也会过来参拜一下哦。你上学经过都来拜，所以你拜完之后，你头脑变得那么灵光，这么聪明。姐，那我需要啊。你蛮需要的，我问问看。到你这个年纪，是不是还能够再增进一些智慧与聪明才智？这个要问天哥啦。天哥好，天哥好，欢迎到木栅忠顺庙，木栅忠顺庙，保佑大夫安公做。天哥唱得好，但是思达，你听得懂天哥歌词里面那个安公的意思吗？安公。安公我还真的没听过，我刚以为他唱英文 uncle。不是是不是？不是的，不是，安公是有含义的。安公呢，就是我们家老公温安，好，就非常亲密的神，的神尊的称呼，就是温到温安公，就非常亲切的神明。指的就是我们木栅忠顺庙的保仪大夫。对。所以忠顺庙主祀的就是保仪大夫。安公听起来就很像是自己家里长辈的感觉。对，就是你要可以跟他谈任何事情。斯达林讲的这个是正确的，对，就是家里的长辈。对。那安公他主要都是管我们生活哪些大小事？这个现在的神明是无所不管的哈。那早期呢，忠顺庙来这里的时候是以农业为保护之神。他在整个大台北地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
哦，对，但早期农家没有像现在很方便，说有农药啊，或者喷药防一下虫害，那时候都没有，都是靠阿公，然后一个撵轿，一个骡，在带着阿公出去，在田埂、在竹园、在茶园、在菜园里面走，让他保护那些农作物能够很平安、很顺畅的收成。所以早期主要是农业，如果家里务农的话，特别要来麻烦拜托阿公。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学业啦、感情、工作、家庭大小事都可以来麻烦他。疑难杂症都可以找阿公聊一聊。对。现在年轻人哦，尤其中山庙这几年发现年轻人越来越多，对，进来他可以跟阿公慢慢聊，我可以发现很多都可以聊个半个小时，都没什么问题。不过我们忠顺庙历史也非常的悠久哎。对，我们是1762年到现在已经260几年了。我觉得庙应该属于大众的，对，属于公共财，所以忠顺庙也非常乐意跟大家分享忠顺庙的有关于宗教的知识跟信仰。就是早期从民宅开始，一直到茅房、木造房子，一直到砖瓦，现在已经260几年。当然中间会慢慢经过3、4次的改建。对。那现在这个建筑是民国52年的时候重建的。但是庙里面也有很多象征着非常深厚文化含义的一些艺术装置，因为你知道我们木栅是文教区嘛，对，我们都是比较有气质、内涵，确实对，所以庙也一样。是。这个交趾陶啊，它除了非常的立体，颜色相当的鲜艳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把阿公的故事给诉说出来了。天哥，它上面写“阿公巡田园”，就是你刚刚说的耶。对，这个是国际的交趾陶大师叶兴佑老师专门替忠顺庙做的。那我觉得信仰就是要落地生根。那我们要写一些有关于跟台湾的故事相连结，所以忠顺庙做了3幅跟台湾有连结的故事。那其中这一幅《阿公巡田园》就是非常具体的呈现出我们在地的信仰。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神明跟神教走过去，然后没有叫虫害灭失这样子。这个故事以前靠天吃饭的那个年代，对，我觉得这像是一个立体的绘本的感觉，有一点，对，就是我们来就可以透过像看故事的感觉，可以知道以前的那种，所以觉得浅显很容易把这个故事给显现出来，而且它就会跟在地的连接感很深，因为一般我们可能会看到比较多忠孝节义的故事，这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去巡田园就会觉得离我们好近哦，穿着打扮也其实很近代，比较贴近的，所以跟阿公这2个字很贴，对，贴在一起，就是属于我们木栅的真实故事。对，而且据我所知，阿公巡田园这一个宗教盛事，它也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宗教盛事。对，那现在目前是台北市的8大宗教活动其中之一。忠顺庙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宗教活动，也都有被列为无形文化资产。对，像台北娘娘宫这个就是在今年列为台北市的无形文化资产之一。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珍贵的称号，还有头衔，木栅模范生也跟着骄傲了起来。哇，有马！对，天哥，我们一般庙门口不都摆石狮子吗？对，忠顺庙也有石狮子，可是还是有2匹马。对，多2匹马，因为马年的关系吗？不是，这2匹马年纪搞不好都40、50岁了。对，在我来忠顺庙服务30几年，它已经在存在。那这2匹马就是代表保仪大夫，他是个武将，他一个武将，所以他必须有坐骑所以我们忠顺庙特地做了2匹马，给他坐骑，那是阿公的坐骑，而且还有牧草，牧草，对啊，在前面，还有牧草，因为马也需要，对，要吃。你要马儿好，就要给马吃草，没错，难怪他这么壮。你是不是想要讽刺什么老板之类的？也没有什么任何什么意志，完全没有。但希望你老板听得懂。对，如果有牧草好，当然更好。对，充足的预算，对，做得更好的，是不是？所以特别为了符合保仪大夫的需求，对，这也成为我们忠顺庙一个很特别的设置耶。对，一马当先，对，那里的马到成功。那有一个笑话，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马当先还没挂上去的时候，因为常常志工每天要来擦。后来一马当先挂上去以后，很多学生啊，很多事业的做生意的，都一直摸到志工就不用擦，不用擦，非常干净。对，难怪这么有光泽，这么亮。哦，所以人家呢可能求财的时候要摸一下金元宝之类的。来到中顺庙的话，我们就要摸摸马儿的马蹄啦、马脚啦、马身啦。对。你看，我们外面有交趾陶，在庙内呢都有非常多的瓷砖拼贴，都好美、好古典、好雅致。甚至抬头往上看，我看到一幅很惊人的画面，就是连藻井都是瓷砖拼贴而成的耶，天哥。这个应该我走那么多寺庙，藻井像中顺庙这种样子应该很少，很少，我也没有见过。这种风格真的是以往都没有见过，很特别。怎么会有这种设计风格？这个是宜兰景阳严金忠他们家族做的，他应该到目前为止应该是全台湾保持最完整的瓷砖彩绘。那师大美术系一位那个教授，特地在去年的台北文献有专门介绍木造中顺庙的瓷砖彩绘。对。而且是达，你不觉得这个瓷砖彩绘再搭配一点清水模的这种风格，还有庙方呢特别设计了一盏吊灯，有一点点洋化洋式，所以突然之间很有教堂的风味啊！又来到那种欧洲的感觉，欧风。对，还有旁边那些神像，还是把它镶在旁边，那种感觉，对，这个给我很好的一个 idea， 我可以把这个照片好好的做出来，做成中顺庙的信物、文创小物。所以真的很漂亮。我觉得中顺庙不只是我们木造人就是来拜拜而已，其实到处都有很多历史文化的故事啊，而且满满都是艺术品哎，这很值得大家慢慢来走逛。对呀。好，两位，我带你们来看中顺庙最近驻驾的华佗仙师，他的出生地呢是我们台北龙山市全国第一次分灵出来的，再来到木造中顺庙。那因为要照顾大文山地区的老百姓的生活跟健康，中顺庙有这个荣幸，龙山市愿意分灵到木栅地区。我们说现在安公大小事都管，但是早期主祀还是农业嘛，那农业就是我们吃的东西，我们吃的东西就关乎我们的健康。现在呢又有了华佗仙师来倒沙缸，来帮忙把我们的健康顾得更好。所以大家如果就是希望真的都是平安健康的话，中顺庙绝对是最好的庙宇所在。对，是加分的，对，很加分，大加分。中顺庙目前跟农业有关系的对联，这一句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顺运元书，驾床鸾玉，到处定丰年。就是保佑所有的农作物、所有的农民的收成可以非常的好。这是中顺庙当初到大台北地区、到木栅地区，就是保护所有的农民的一切的农作物能够平安的收成。所以这也是在其他的庙宇比较少看到的，都是国泰民安啊，对，农业为主，对，就是很接地气，然后在照顾大家。对。讲到接地气这件事情，中顺庙真的超接地气，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庙宇啊，或是对我们像这种在地的木栅子弟来说，你庙宇呢就是要照顾到我们日常生活，所以啊，中顺庙还常常会办一些市集跟社区分享。我们这边是文教区，基本上没有什么夜市，也没有什么可以聚会的地方。那中顺庙就提供广场，让那些文创这个小摊，每个礼拜三来到中顺庙广场，让跟社区居民一起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小周末。不止走逛中顺庙，还可以抚平我的五脏庙。说得好，时间差不多也快到了，等一下他们就会陆续来准备了。对，心灵喂完了之后，喂饱我们的肠胃喽。哇，思达，你看这个好可爱哦。对啊，这个太
太小巧可爱了吧？红豆饼哎，有放这么小的吗？对啊，这个红豆饼、车轮饼一般都是做越大颗越好，但是有时候一颗饱了，其他口味吃不到了。我觉得老板很懂我们这种选择障碍的，很替我们想啊。老板，你这个不是模型吧？哈，那是真的，实际就是长这个大小。为什么会做？然后也是实际长这样。为什么做这么小？就是为了让大家每个口味都吃得到。对啊，因为传统的单颗你可能有时候我想要吃奶油，想要吃红豆，想吃地瓜，想吃欧油，那你可能一颗饱了。对，所以我们现在想说，做比较多小颗的，大家一次可以吃到很多种口味。可是小颗的会比较难做吗？对啊，因为它的饼皮的熟成速度会变比较快，所以你在翻的时候跟下料的时候速度都要比较快。而且我觉得这样好像翻比较容易被烫到。对，因为它离那个锅子更近了，因为它更精致了。对啊，因为很小，然后你手要这样勾起来，就是好像比较难做耶，所以比较难拿捏那个饼皮的熟成度。就是它速度会比大颗的更慢。对，像你大颗可能做10颗，小颗大概可能只能做5颗到6颗。那这样子我们也不用挑口味啦。对啊，就是我们包款。对啊。对，我们买球鞋可以包色嘛。我全都要。红豆饼我们包款全包。包款，包口味。今天几种口味全包。好，没问题。啊，谢谢。好可爱哦！哎呦，有点舍不得吃。对。太可爱了。你可以说这个其实追剧是很方便，就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很危险，对，方便但危险，因为一口一个你就容易不知不觉吃停不下来，对不对？哦，虽然小，可是里面的奶油卡士达分量给的很足，就不是说小巧，然后就饱饱单薄的感觉，吃进去其实那个奶油卡士达还是蛮爆浆的耶。对，我吃到的是芋头口味的哦，我觉得它很棒，是它的芋头馅，它不会死甜，我觉得它甜度很刚好，然后芋头香很浓郁，很绵，而且重点是它的那个内馅很湿润，它不会很干这样。我现在吃到 Oreo 口味的啦，把 Oreo 跟卡士达放在一起就是小朋友的最爱啊。对，我觉得我有回到那个小时候上学的感觉了。我觉得这个搭配就是很邪恶的。好吃好吃。那我来看，哎，我觉得这个满意度大爆表。好绵哦！芋头，很绵，而且它内馅不死甜，很棒。像我们的芋头是用那个大甲的平行芋头下去做的。哦，对，芋头口味的很慕斯感哎。对，很像那个云朵或者慕斯，蓬蓬松松的。而且我很喜欢它是不干的，它很湿润，对。市集一定要有喝的啊，不能错过手摇哦。软娘有什么推荐吗？你们品相好多哦。我们的茶叶都是选自台湾的茶叶哦，不会苦不会涩。然后柠檬是用屏东的柠檬，所以我很推荐鲜柠红茶，它有柠檬的香气，然后搭上我们的茶饮，非常非常的顺口好喝哦。而且我看到你们那柠檬是一颗一颗，你们该不会现切吧？对，都是当天现切，现切现榨。对，哇，好像很值得点哦。柠檬红茶很适合，但我刚刚看到一个品相，我觉得很适合姐你，适合我？对，适合仙女。怎么说？梅若天仙。美若天仙，对，适合你吧？那你可以不要甩到我吗？哎，对，嘴怎么这么甜？今天吃了蜜糖，今天不然在市集吃什么都姐付钱好了。我跟你讲，我要外带一点回去，我回家吃。外带回去给你老婆。对。梅若天仙是跟梅子有关吗？有，它的名字是这样子的，它用它的材料去取它的名字。它是乌梅、洛神跟鲜渣去熬煮成的。听起来也很润喉哎，好像很适合我。酸酸甜甜的，很适合夏天。那冬天的话就很适合配火锅，很解腻。对，逛市集很适合，你可以边吃边喝这样。对，解腻的感觉。好啊，那我们就板娘推荐的一杯鲜柠红，一杯美若天仙。好，没问题，谢谢。这颜色看起来就很纯哎。对，而且名字也很适合你。我跟你说，我们都找到命定的饮料，这杯适合你，这杯也适合我。怎么说？因为这杯是美若天仙，适合仙女；而这杯是柠檬现打，跟我一样欠打。
欠揍，我跟柠檬一样欠揍我。觉得你真的是进步了非常多，越来越有自知之明。没有啦，没有欠打，很乖巧。今天嘴这么甜来，欠夸奖。OK 好弱哦，洛神花感觉有用的很扎实，洛神花的香气非常浓郁，梅子的香气会比较晚出来，然后梅香就是会让人觉得很清爽，超级解腻的，好好喝哦。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它刚刚柠檬现切现打，这柠檬红茶的那个柠檬香特别浓郁，然后它茶真的是选得很好，就是完全不涩，而且它一个小细心的点，我觉得就是它把皮都削掉，不苦。对，不会苦，就只有那柠檬的香跟甜。对啊，我觉得有时候酸甜的东西，你要拿捏刚好，最难的就是比例。对，比例上面，我觉得我这杯很不错。我也觉得我这个非常推荐。我跟你讲，我刚远远就闻到这个香味。逛市集怎么能够不吃炸物呢？我特地替你买了这个。哎，我觉得你今天特别体贴，你出门前是不是有被老婆教育了一番？教育倒是还好，我想必应该是有来中顺庙拜拜长智慧了吧？哎，不错不错，感谢。是啊，你帮我挑的这个很特别耶。对，我知道它是现在日本非常流行的生乳可乐饼。它里面不是马铃薯，是用生乳去做的，而且这个牡蛎口味的，好香哦！哦，你真的懂哎，不愧是木栅模范生。因为啊，如果是马铃薯的话，它的口感上面就会比较浓郁，负担比较重一些。可是如果改成生乳的话，就会比较滑顺，比较柔润，而且会有一点飘飘然，有一点浮在半空的感觉，好好吃。那我的呢？这个是牛肉口味的，它有点像汉堡排，但是没有那么紧的感觉，很厚实的牛肉，一咬下去很多那个牛肉肉汁会炸出来。而且不管是你的还是我的，我觉得它炸的都超级酥脆。对，它的面衣很酥，面衣很酥，可是又很薄，有没有？没有说到非常非常的厚重，所以吃了我觉得罪恶感也蛮低的哦。我也觉得蛮清爽，没有那么负担的感觉。没有很油腻。哇！姐，这市集真的好逛又好玩哎，而且跟白天的那种广场完全不一样的风景。对啊，而且我觉得中顺庙他们真的非常用心，他们不只跟在地社区的居民做结合，有这样市集的举行，他们还支持很多文山区的活动，像前阵子文山区有办文山茶笋节，他们也是协办单位之一。哦，那真的跟木栅这边的关系很紧密哎，很紧密啊！哎，讲到文山茶笋节，你知道我们木栅的茶非常有名吗？哦，这个我当然知道。那当然就要带你去好好品尝一下喽。好哎，那我们吃完就去。是的啊，我跟你说，木栅文山区的茶非常有名。讲到文山茶，你会想到的是？你说我懂，文山包种茶。确实，文山包种茶非常的有名。你看，终于长知识了吧？哎，你不愧是一般大众的想法。文山包种茶真的是很有名啦，品质也相当的好。但是我告诉你，像我们这种木栅女儿就知道，除了文山包种茶之外，来到木栅你不能错过的叫做铁观音。文山去喝铁观音？木栅的铁观音其实也非常有名，而且风味相当的好哦。哦，那我还真的对铁观音没什么研究哎。哎呀，如果你知道木栅铁观音的话，你何必跟着解我呢？哎，那倒也是。是不是？木栅女儿当然就是要告诉你你不知道的事情，而且我们要来找亮哥，亮哥可以告诉你更多木栅铁观音的知识哦。亮哥，你快跟思达说，我们木栅的铁观音呢，其实真的是风味非常好的，对不对？那当然了，这个铁观音呢，它种植的环境非常重要，尤其我们现在采的这块土地啊，是用有机的耕作，而且它选择的这个土地呢，排水性要好，它里面有一些石廊啊、石头啊，还有矿物质，所以那个矿物质会造成我们的氨基酸提升，所以喝起来特别回甘。而且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其实木栅海拔并不高哦。对，就是海，所以通常我们想要说那个要好的茶，应该说什么大屿岭啊，就很高的地方。
所以低海拔可以种出好茶吗？主要是适制性。第一个品种在这个北部呢，它除有云雾缭绕的环境，再来它自然生态做得非常好，排水性做得好，这个茶就会回甘性会特别棒。对，木栅尤其像猫空这个区域，它也是常常都会湿度很够，也会有云雾的地方。是，而且这个品种很特别，叫正统铁观音。我们这边的做法呢，跟一般的乌龙茶的做法不一样，有一个功法叫包不揉、包不焙的一个这个做法，所以那个茶会有一个弱果酸，像水果的那个酸味，只有铁观音才有这种做法。啊，包不揉、包不焙，所以其实呢，技术。还有茶农呢，他们对于这一项环境对土地的爱护，所以可以培育出很好的茶叶。是，所以是地灵人杰。人杰是为什么不是只有这边？地灵人杰。越来越过去。哦，那不然这样子，地灵。人杰，就是现在是有点嫌弃。一个小小，你已经有这样子的区域，至少跨一只脚进来了。对，人杰的部分你已经跨进来了。但是是不是真的人杰，要看你有没有真的帮到亮哥的忙啊。采茶也是你的专长吧？采茶我也会。劳力他们是怎么采？一样是一心二业嘛，对不对？是，对。那就一心二业，还要为什么你还期待什么呢？看手啊，看手势啊。手势，有的是这样采，有的这样采，有人这样采。对。好，那亮哥你不要讲。那温妮姐，你试试看人杰的部分来，怎么采？一心二业，这样啊，一心二业，这样子是吗？一心二业啊，就直接这样捏起来啊，也是可以啊，也是都可以啦。但是如果要挑的话，这个比较漂亮。因为这一个走水会走得不好。亮哥你怎么？那个麻烦你挂一下，人杰那个，请你离开。亮哥你怎么倒戈啦？我是挑一个离我近一点的嘛，不能这样子啊！而且我们就是强调说，你看有机的形象，有机的小虫子都喜欢有机的，有机哦，不是有药。家喝铁观音，桂花带一点奶油的味道，这么神奇？对，品种的香味，听起来就很高档，对，听起来真的很高级。桂花又带奶油，就又有点中西融合的。应该这么讲，它的铁观音的观音韵的这个风味就是弱果酸，带一点熟果香，而且琥珀的颜色，颜色好漂亮。对，颜色很漂亮哎。对。到7分，7分是茶，3分是人情，所以茶不倒满。哇！观其色，闻其香，尝其味。哦，这个味道好香哦。用闻的就有奶油香，超级清澈，超级甜美。喝起来有弱果的香气，但是带着熟果的那种，对。真的是有淡淡的甜度一直往后，而且我觉得它喝下去那茶韵是很厚实的，是，对，然后尾韵真的是有就是刚说的果香味，而且啊，配茶的茶点也一定要很讲究。我觉得这里的茶点很贴心，因为它是全素的，所以你是素食者也可以吃。另外呢，是老板他去网罗了北中南，所以我们吃到的不单单只是木栅这里的好滋味，喝着木栅的好茶，也品尝到了全台的好滋味呢。各地的好东西都在这里都可以吃得到，而且你看有竹筒饭，甚至有一点原住民风情。哇，这个很棒哎，就是雪里红，很特别。这个蜂巢文化是我们木栅猫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的课程。因为我们这里出产的木栅铁观音，它是重烘焙的，重烘焙的茶很适合存放，所以我们现在呢来用毛笔写在一张树皮纸上面，然后我们在未来再来打开。所以这是树皮纸，这是树皮哦，这是一般的宣纸啊。哦，不是，这个是用台湾梅花鹿最喜欢吃的一种楚树，又叫构树，又叫做钞票树。我们把它做成原物料，把它做成一张纸。那为什么要特别选用这种纸？一般的
宣纸不行吗？就是比较方便。这有一个很大的学问在里面。第一个，它放久了它不会脆化，因为它的纤维比较长，比较有韧性。所以作为封条或者当做里面的心愿纸特别好。所以我们把茶放在茶罐里面，接着呢把它封起来，是为了存放一段时间，像酿酒一样，酿女儿红一样，让岁月去让它淬炼吗？没有错，也是把你的心愿放在里面，在来年或者3年5年后再打开，来见证你的心愿有没有完成。有点点像是那个寄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或是那种时光宝盒的概念。对，时光胶囊的感觉。对，因为以前我们小时候，比如说毕业典礼，他们会全班一起写，跟几年后约好一起回来打开。啊，好有趣哦！但是我们是跟茶封在一起。好的，那我们要写封条跟心愿。先写封条。我们静心，3个深呼吸。我们要写下自己心中的未来3年最想要完成的一件事情，透过毛笔的笔尖写一封信给未来的未来，以后的以后。当我们打开的时候，再来见证3年前许给自己的愿望，看有没有达成。睡到人间饭熟时啊！哎，你这么直白的愿望是不是？这首诗这很有深意哦，很有意境。看起来好像我只想睡觉，但它其实是一首诗词。这首诗词的意思是说，我想要退隐田园，享受山水风光，回归自己，然后好好过生活，睡到人间饭熟时，都没有其他事情可以打扰我。哦，很惬意的感觉，很惬意的感觉，无忧无虑。对，但你写的也非常的好。对，你写的很直接。对对，因为我本来是想要写说老板加薪，但是薪我不会写，我就想说那写敲响金钟，然后钟还写错啊，错了吗？钟。那也没事，大家知道意思就好。对，通用。对，通用。对，那我们来用印好不好？好，来。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完成我们的封条。封条第1章是自己的名字。对。那自己的名字我们可以盖手印，男左女右。没关系的，没关系，你已经沾了就沾了。在信封的封再高一点，跟第3个字中间用意1、2、3，四平八稳，盖多一点。好，起来，最后1张收藏的藏，好，盖4方的。4方的。好，接下来把这4张合并在一起，盖齐缝章。OK， 好，完成了。完成。好。第1张呢，我们要贴东南西北，对，所以我们先排好。好，这个是名字，对面是茶叶的名字。对，这样。对，然后，好，时间贴。对，时间贴东边。然后贴呢，你要从铁片这边。而且它每个胶水都要粘，你要把它当做贴纸。如果你只有中间而已，它会翘起来。对，涂满。哎，对。好。先贴这一张，然后涂出去，挤多一点，涂出去。哎，对，标准的。古代贴封条也是这样子贴的吗？古代我没有去过，但是应该是。应该差不多。对。封的意义就是，暂时不动，不去撕开，但是撕开只有1次机会而已。理事长，你不觉得这个封贴下去的时候，心情有一点复杂吗？对，就是不知道什么有点那种，好像突然有一点对，有点惆怅的感觉，突然有点惆怅，可是又觉得
它是一个向往未来的，而且自己承诺自己啊。对，这个就是向老天下订单啊。对，但是又觉得好像是有一点惆怅，说啊，我要做一个把它封存起来的事情的感觉，就是既惆怅，然后再来是北，对，既惆怅又期待的一种心境，哎，真的好像是一种对未来的承诺的感觉。好，最后一张就是长，所以风长刚好头尾衔接起来。有呼应的。风茶它可以对自己的一种期许，当然它也可以变成礼物送给朋友，变成一种祝福。完成了，我很喜欢这个封茶的仪式感哎，是，它不只是对茶叶的一种收藏，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承诺，所以在做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就会慢慢有一种很虔诚、很小心翼翼、跟很谨慎仔细，还有对自己有一点励志的感觉。对，我觉得就是不止把好茶的味道封在里面，把自己的愿望跟期许放在里面，我觉得这是5年后、3年后打开，我觉得那种感觉会一定会很特别、很不一样。酝酿一种希望，期待未来一起见证。希望我们3、5年之后打开，茶也很香，梦想也已经都被实现了。没问题，梦想成真。我跟你说，现在我们走在的这条路呢，可以说是我的上学一条街，后面是我的母校政大，前方呢是我的青春岁月景美女中，所以这条木星路啊，我可以说是熟门熟路的，闭着眼睛我都找得到哪里有好吃的。上学必经之路，你闭眼睛都能找到。是，我浮夸，我不信。来，你闭眼睛，你找看看。来，哎，我闭眼睛，我用鼻子闻，你也用鼻子闻，有没有闻到一股烟熏香啊？哎，还真的有哎。哎，是因为这一间店啊，是我们全家人常常日常都会来吃的爱店鹅肉店，它的烟熏味就来自这里。哦。嘿，老爹。好，温蒂你来了。Hello。带朋友来，这是思达。嘿，你好，你好，老爹你好。你今天一定不能给我漏气，因为我跟思达说这一间呢是我们家人的爱店，常常都会来吃，而且啊，你看看这个鹅肉。有没有肥美哦？肥美。对，而且对，老刘跟你讲，我刚一路上呢，文姐一直说，来到木栅，他一定会特地绕来你们家，一定要吃这鹅肉。谢谢，没吃的没来过木栅。谢。老爹，你们家的鹅肉啊，真的很珍贵，因为据我所知，都是当天销售完之后限量没有了，卖完就吃不到了。对，都是当天一早就。对，因为鹅肉有很多档次，我都挑那个最上等的。而且我们的鹅是当天从云林上来的，然后煮好了再熏，熏好了我们才开始卖，上面会有一层油来拌所有的菜，还有鹅汤这样子。所以煮的时候，鹅汤、鹅油通通都没有浪费，鹅的精华都还有把它运用在菜色上。我们温迪最聪明的，而且没有浪费任何油，任何身上一个角落的美味。对。所以这边我们就闻得到那个烟熏的香气啦，有没有？那你们每天也很辛苦哎，因为都是要当天给大家吃新鲜的，等于也不能提前一天准备，都是当天一早现做现卖。对。赚钱都很辛苦啦，温迪，真的啊，这是职人精神。对啊，从小看到大了。对，那。快告诉他我这是模范生。老爹，赶快帮我们处理一下，因为我看剩没几只了。我们再聊下去，可能人家就卖完了。差不多啦，固定他卖完就休息了。对啊，而且老爹因为刚刚有提到说鹅油、鹅汤都会利用在那个菜色上面，所以你来不能只点鹅肉，对，还有一些周边的小菜，跟像是汤板条啊、汤豆粉啊、汤米粉这些最好都点一份主食。所以我们主打是鹅肉啦，可是。他们内脏啊、米血糕那个都特别好吃。那像米血糕，它的花生粉，我们都是从云林，然后北港拿上来的，那个真的是在地的啦，都尽量用云林的东西来配。连小菜的配料都是高品质的。是啊。对，老爹很有要求。那老爹直接给我们贵州好不好？好啊，一组来。好。
真的不愧是用鹅膏汤做基底耶。对，这汤头的很浓郁，整个那个香浓的感觉是不滋这样出来的，所以鹅油淋在小菜上一定也很好吃。而且你不觉得这盘鹅杂看起来就超级美味吗？因为它种类很多哎。它这盘鹅杂呢，是各种鹅的部位通通都利用到了。除此之外，还有韭菜，还有豆芽菜，我觉得营养很丰富。鹅杂真的是新鲜鹅肉去取出来的鹅杂，超级新鲜的。对，它有新鲜，完全没有任何的腥味，内脏腥味完全没有。然后该脆的地方脆，该绵的地方绵。对，它有脆脆的鹅肠，然后也有稍微比较松软的鹅胗。对。所以我这样一口吃进去，因为我刚刚吃的时候是全部的鹅杂，我都尽量夹到，我就觉得我吃到了好多不同的层次跟滋味，有脆的，有端的，有松软的，对，然后也有豆芽菜跟韭菜那个很爽脆的感觉，滋啦滋啦的。另外它的酸菜也很棒，鹅油淋上去，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画龙点睛。对，而且很加分，就是让整个鹅的风味更加浓郁、浓厚，因为它会让鼻腔有一个飘香的感觉，也不会很油腻。对。很顺口，我觉得很清淡，很适合当一个配饭的。对呀，好适合下饭哦。不过当然，真正招牌的还是他们家的鹅肉喽。对，而且你看他们鹅肉，它不是一般的白斩，对，它是用烟熏的方式。没错，有闻到那个烟熏香，很嫩耶，不可能这么嫩吧？连皮都是嫩的，我吃到皮了。难怪你会一来再来，怎么这么会找？你看我们木栅的店到底有多么的吸引人，有多么的扎实，连我这个木栅女人已经吃过这么多次了。我现在在吃，还是觉得天哪，惊为天人。对，是被惊艳到。对，好像第一次吃一样那么的惊艳。它的皮有点像宜兰的鸭嗓的感觉。对耶。对，跟宜兰的鸭肠有的。然后它的鹅肉是超级嫩，完全不柴。对，然后。这吃起来就是鹅肉香味，有点不会那种腥味。另外，我很推这一家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的烟熏味很恰到好处。对，因为我觉得烟熏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一定。像我就不喜欢烟熏太过头的感觉。我觉得烟熏太过头会强调食物本身的一些新鲜，就喧宾夺主了。是，可是你不觉得他们家的烟熏是刚刚好？对，调整刚，它多了一个烟熏的香气，但是不会强调鹅肉的味道。对啊，它这个烟熏就是真的有帮你提味道，对，但是不会好像主角的身世、主角的光彩被抢过的感觉。是的，你再吃吃看他们家的米血糕。很少看到那种小菜米血糕是用到这种澎湃的，通常都是酱油膏，然后姜丝，对，顶多撒一点葱。对，它现在满满的花生粉，花生粉撒的好像不用钱一样。这个调味是不是也很无敌？对，而且它的口感。它是很入味，但是它不是烂哦，它不烂，它很软很滑，然后而且它吃起来没有颗粒感，我觉得它很像是美好的婚姻关系，里面的米血呢，就是有点黏，又不会太黏，对，让你觉得很有空间，可是呢又蛮绵密扎实的，它完全不烂，对，然后可是它是很软的，对，很好入口。甚至连花生粉都是很新鲜的，因为这个花生粉，你看它有花生颗粒，也有细细的粉末，所以真的是花生下去打成粉的花生粉哦，不是那种买现成然后直接撒上去的花生粉，细节都超讲究。对，而且它那个花生颗粒补足那个口感，脆脆的口感，就很有层次。这好厉害哦，这里好厉害，真的很会带，不愧是木栅模范生哎。模范生带入的店当然也是模范店家喽。